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大年初二，在这儿代表爱情保卫战的所有工作人员，给大家再一次的拜年。按照我们天津人的习俗呢，今天我们管它叫姑爷节，因为在这一天啊，女儿女婿要回娘家了。其实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大年初二回娘家是咱们的一个传统习俗。在这儿说一句自私的话。希望今天所有回家陪丈母娘的姑爷们，都能够好好的陪着你的丈母娘看一看《爱情保卫战》。再一次祝您阖家美满，生活幸福。好了，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苏琴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瞿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面临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他对我的爱好像只停留在嘴上，根本没有走心。很多生活细节他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而且在生活上呢，我还是比较照顾他的，只是我这个人比较没心没肺吧，并不是说不走心。他屡屡踩过我的底线，让我真的质疑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我想着带他去广州发展，可是他现在却很犹豫，还说我不爱他。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是对我们最好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胡24岁，来自河南，兼职模特，有请。圆圆22岁，来自河南，兼职模特，有请。欢迎2位年轻人啊！这谈了多久啊？谈了有半年吧。上一段感情结束了有多久？进入到这段感情1个多月吧。啊？因为也是见他比较一见钟情嘛。啊，你是为了他斩断了上一段的感情是吧？也不是，上段感情本来就感觉不合适了。我是毕业的时候做兼职比较多啊，而他刚毕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去了同一家公司啊。对他就比较照顾吧，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也比较心动。你就说好看就行了。对，也是，就是这有什么？年轻人谈恋爱好看就好，还不敢说，你知道吧？找一堆理由。我为什么问这个？女生说现在最大的这个障碍是因为你觉得他心里还有前女友，对吧？对。啊，那就说说他心里怎么还有前女友嘛？有一次就是我俩在一块吃饭，我就看他表情不太对，我就问他咋了。他可委屈巴巴的说我没有钱了。我当时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可爱呢？没钱了，没钱咱们来挣呗。这叫可爱啊！这个情人眼里出什么都不一样啊。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想着这也没啥事儿嘛。可是他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我就继续问他，他给我来了一句，我心软了，他给他前女友交房租了。就是没钱嘛。我跟现女友可怜巴巴的说我没钱了，钱呢？我给前女友交了房租，疯了吧孩子？是这样的，就是之前和那个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嘛，也是和平分手吧。啊，分手的时候呢，就想着一个女孩不容易，因为哪个女孩子容易啊？我容易吗？我不是女孩子吗？不是你交了就交了，你就交了就得了，你干嘛跟现女友说这事儿？我其实是不想告诉她，但是我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儿，就感觉特别对不起她，只有把聊天。你说着还笑，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呢？给前女友交房租。刚才你说我可爱吗？现在年轻人啊，然后就觉得就是还是把人家安排好吧。当时就拿着我的身份证给他租了个房子，然后租完之后呢，就房租到期了，就前一天给我打电话，人家说5分钟之内就是确定还住吗？住的话就要续钱，然后给我前女友联系，他说他现在就是没什么钱嘛。他没钱，你有钱吗？就借了点就。你跟谁借的呀？不是跟谁借的？他跟他妈，这不是借，是骗他妈。说骑电动车撞人家小老头了，然后要赔人家医疗费。哎呀，你也是，你还打算管你前女友一辈子是吧？不打算，确实那不是应该他自己要去交的吗？确实是，生活不是该他自己面对的吗？但是就就别人给我打电话说就5分钟之内，然后当时他确实说没钱了。我想一个姑娘人下班的东西就扔在外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确实不合适。前女友现在把钱还给你了吗？就不敢跟他联系了。我当时找到他也是，那他就应该主动把钱还给你啊。
这事儿说不清楚了吧？行，这笔账给他记下来了。他对他前女友那么大方，对我呢，我俩平时还一块儿挣钱来着。啊，平时挣完钱，我说我想吃点啥好吃的，他都嫌贵。这心里一对比，我能好受吗？不是嫌贵，就之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因为都是比较晚嘛，都是10点、11点才结束。但结束之后，他非要说吃烤串啥的去。我说吃也行，那你就那一天没有时间吗？你没有时间的话，转天我不是给忘了吗？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想吃啊。要知道你这么想吃，我肯定啥也不干都带你去吃去。他哪是想吃啊，他是脑补啊。我没地方住了，等着骗我妈说撞了个小老头给你拿钱。这边回来说我就想吃一个串儿，吃什么串儿啊？明儿再说吧。好家伙，这一想还是爱前女友吧？不特别爱吧？不可能，这不可能。那这怎么我理解不了啊？一个就想吃一串，别说了，不可能。我说我想吃点东西，你都忘了。那你前女友名字你咋记那么清啊？是啥意思啊？有一天可搞笑了，他去我家做饭吃，吃完饭他又去洗碗，结果叫的是别人的名字。就是他本来应该说圆圆，结果他说品红，是这意思吗？我当时都懵了，我当时也懵了。开心，我都不知道你为啥那么开心呢？就是嘴比较快，嘴比较快，你咋不叫我的名字呀？他平常你知道他叫我啥吗？就是一些宝贝啊那些昵称，怪不得不叫我名字，怕叫错对吧？还真通用嘛。哎，你不要挑事儿啊！更过分的是，他肯定要给我道歉啊！道歉你知道他咋道歉的吗？他说完对不起咋，然后又说。其实吧，我每段恋爱我都可认真了，我对待每一段感情我都可认真。我当时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当时他真理解我错我意思了，我怎么哄不好，对吧？你36计，你肯定得转1计嘛，那1计不好使，你换一个呗。我想着就从侧面来表现出我特别喜欢他，就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我真喜欢你，我没有说。你表达你真喜欢我的方式就是说你有多喜欢你前女友。不是，他只是我举个例子。举谁不好啊？你举他。不是你的意思是可以举其他的女人，只要不是他那个。他可以说这个前女友是吗？他可以说他对待感情认真，但是你不举个例子的话，他说不明白呀，对不对？所以举个例子，谁行了，听明白了还说。嘴比较快，就有时候就。是啊，嘴多快啊！前女友的名字脱口而哎，前女友叫什么来着？我忘了。这不是还可以吗？他不只是记他前女友的名字啊，还有一次吧，就是我感冒了，我想让他给我买药啊，他确实也买了，不就行了吗？对，买了之后我吃了没用，我问他了，然后我今天把聊天记录给带来了，来看记录啊，咋啦？你这买的什么药？吃了根本不管用，不开心？不会吧？之前我给他买就是这样，挺管用，你再吃。那你这咋记那么清啊？不是之前就感冒了嘛，就拿药不都拿感冒药嘛，对吧？他啥症状啊？我啥症状啊？我不知道啊。他啥症状呀？你跟我说，你买的药对啥症的呀？就头晕，就难受。那我呢？你跟我说我感冒啥症状？也不舒服呀。哪方面的不舒服呀？就头晕呗。那我嗓子痒，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听不出来啊？你嗓子平时也就……你是故意的吧，兄弟？不是，主要他平时……我真觉得你是故意的。不是，他平时的时候，他嗓子就有的时候好上火。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嗓子上火了吗？不是，主持人最重要的是那点，那天他听说他生病之后，我特别着急，我挂完电话我都没给他多说一句话，挂完电话骑着车都跑到家去。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前女友了？你去买对他症的药？一家医院嘛，他一样药也不怪我呀。哎呀，一家医院，那人一样吗？人家吃了有用吗？我感觉也挺有用的。行，这事儿咱们就翻篇吧。关于前女友的翻篇，其他还挺好的吧？还有就是我跟他刚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能吃辣，我一吃辣牙龈就会肿。哦。可是他好像根本都没有记在心里边。他每次去我家做饭，他都会往里边放辣椒。哎呀，前女友特别喜欢吃，对不对？习惯了。就是，哎呀，前女友喜欢吃。这没有，主持人你不要。那为什么呀？这主要是这样的，那天她闺蜜也在嘛，我就想露一手。她之前她也跟我说她不能吃辣，我就放一丢丢，然后每个菜里边她闺蜜爱吃辣是吧？对。你不说闺蜜还好。
你这做给谁吃的呀？你做给我闺蜜吃的，做给我吃的呀？不是去你家肯定也得就是去我家你先讨好闺蜜是吧？没有你讨好闺蜜了，咱俩后边就一帆风顺了是吧？主要就是就感觉就，毕竟去你家嘛，他们也跟你一块儿住，就是做着他们喜欢吃的。我就问你做了几个菜？就做了3、4个。几个没有放辣椒？一个还。哎，一个里边还有俩那个红辣椒头了吧？就2粒儿。2粒儿它辣不辣？我配色用的。那反正你就是不在意我。总共就切了这一段，放4个菜里边。那你去买配色的辣椒呀？当时不是巧妇没米吗？还巧妇难为无米。行了，听明白了，还有什么罪过吗？还有他就是嘴上的劲。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不管我去他家还是去我家，不管去哪儿，我想动手给他收拾个房间，他就不让我动，说他自己来。可是现在他不管去他家还是我家，他都觉得我懒，说我不动。这绝对没有的事儿，这子虚乌有。这主要是这样的，这第一次去我家，你知道吧？正好路过，我实际不想让他进去，因为你不想让我进去，因为比较脏。你知道，我想收拾他，改天再带他过来，蓬荜生辉嘛。这一过来看，这光临寒舍的感觉，那确实不好。一进去，他好特别主动，还又要扫地又给我叠衣服。我当时哪好意思，脸臊红的。我说你不用动，你坐着就行了。那后来关系，你是说的这个吗？特别好。你是说的你别动，你往那儿一坐就行了吗？我就说都交给我，你不用管，对不对？对呀。那我不是也听你的话了吗？行，过了，这鸡毛蒜皮的，这恋爱谈的还有别的吗？说大事儿，有大事儿没有？其实我还得说他呢，我也有你也敢呀，是吧？那肯定有啊，你也敢是吧？那你来吧。哎呀，其实也没有多来，比如来嘛，比如他挺善解人意的，平时也就没有。你本来想说什么？大胆的说。我支持你，来，没事，你就说给我洗脚这事儿，从在一起，我平时就喜欢给他洗脚嘛，给他按摩。他说了，哎呀，到时候我也给你洗，就现在一直都没洗上，就是捞不住工地。那我也不知道为啥，每次我要准备给你洗脚的时候，你都会惹我生气。这还不算了，你比如昨天咱们出去玩，这你要是拉我腿上了，你还在那一直笑，还在那我没有帮你擦吗？你在那笑的，那确实可好笑呀。你怎么没有第一时间过来给我擦？那你第一时间还去拍照呢？嘿嘿，还有什么呀？最主要的，我今天也想过来，原因就是说，对，说主要的，说大事儿。因为我想去广州那边发展嘛，因为郑州那边说实话，就是我感觉不太适合我，我就想带他一块儿去，因为我舅舅在那边做生意，我想跟他一块儿学做生意，总比打工强啊。他不乐意去，怎么说都不乐意去。那之前都说了跟我一块儿去，我去哪儿你都去哪儿，嫁鸡随鸡干啥的。那之前你也没有经常提前女友呀？前女友这事儿都发生多少次了？我都没有经常提，我就提了这几次。对你没有经常提，但是你做事儿了。我觉得我现在跟你在一起非常没有安全感，你还让我跟你去那么远的地方。现在核心是想到外地去发展，是吧？去广州。对，带着女朋友一起是吧？对，女朋友不愿意去，对吧？我现在犹豫，因为刚开始如果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说让我跟他去哪儿，那我肯定愿意啊，因为我刚开始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还很崇拜他。然后现在的话，就刚发生的一些事儿，反正我是跟他在一块都没有安全感了，而且爸妈肯定也不会让我去的。对，这太早了，认识才半年嘛，对吧？不是，时间不能证明就是很多东西嘛，有的东西就你就是老母猪拱地，嘴上的劲。行，歇后语都来了啊！大体的事情听明白了，其实最大的核心来自于女生觉得男生对她并不用心，这段感情的背后让女生觉得不安全，而恰逢男生又想带着女生到远方去打工，重新开始一段属于年轻人的新生活，女生当然不愿意去了。核心是不是在这儿啊？我听对了哈。对，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女生其实你一开始看到这个男生，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喜欢他的是什么。你不是说了吗？没钱啊，他说我没钱，你觉得好可爱好可怜，他今天还是那个可爱可怜的样儿啊。就是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其实他看起来是比较成熟稳重型的。你哪只眼睛看出他成熟稳重了？这个男生其实，我觉得他不是说爱你多深或者是不够深的问题，他是能力的问题。
他没有能力让你感觉到，或者做一个成熟男人、稳重男人能够做的很多言行。比如说，他会不经意间提到前女友的名字，我不觉得他是故意气你，或者他心里很爱那个女生，就是因为他这个情商不够高，脑子不够好，他就这么一秃噜顺嘴就来了。固然顺嘴来背后也有他对旧情没有忘记的原因，但是如果一个成熟的、稳重的男人，他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的，就他能力不及。爱的能力不及，情商的能力不及，做事的能力不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让我们感觉很轻浮。这就是男生你的性格特点。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的多和少，或者谁有毛病谁占上风的问题，而是本质上的合适与不合适。其实女生你在场上的表现我也不喜欢，如果让别人看起来这个女生咄咄逼人，老是欺负这男生，炒个菜嫌人家放的辣椒多了，那人家还做饭呢，天天给你洗脚按摩，人家也是任劳任怨，但是你从头数落到尾，都数落成这样了，那爱放到哪里呀？所以我觉得看起来你们嬉笑怒骂，好像小情侣在这儿秀恩爱一样，但我觉得你们相处的方式和你们性格的不合适，是在场上能够看到的。再一个，说到去广州这么大一件事儿，男生你有能力带一个女生去跟你流浪去闯荡吗？你根本就没这个能力，你自己去闯荡我看都够呛。如果要去外地发展，我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自己的独立。所以你压根儿不要想女生我是不是能够跟他去，他够不够爱我，够不够有能力带我去，是你自己想不想离开家乡去远方闯荡。如果你自己不想，谁都带不走你。我的建议是，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好好的在广州寻找你事业发展的方向，寻找你人生发展的方向，把自己锻炼得更成熟。你就老老实实在家乡，一切留给时间，属于你的他可能就会在一起，不属于你的就各自安好。好吧，谢谢严老师。谢谢。来，苏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好男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分手之后对前任要特别的绝情，对现任特别的专情。如果你要是对谁都一样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是不值得托付的。你想，前女友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哎，能不能借我点钱？我估计啊，那一刻前女友带有一点试探的意味。如果你不借给他钱的话，前女友肯定不会说我没地儿住了，他一定会有其他的办法弄到房租。但是你这钱一交，又在前女友心目当中荡起了涟漪。哎，前女友想，他对我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我觉得你是有私心的，你这个人其实，我怎么说呢？你有一种情圣的情节，就你特别希望在你爱过的或者是爱过你的女人面前扮演那种特别完美的、潇洒的那种形象。但是当一个男生太过留恋在前任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的时候，我觉得对现女友是不公平的。听到现在，你要说你们俩喜不喜欢，我相信是有喜欢的，但是绝对上升不到爱那个层面。我就告诉你一点，如果你真正爱一个女人的话，你不会记不住她不吃辣，而且她生病了，你连药都能买错，这叫爱吗？所以我觉得姑娘，你现在千万可别跟他去广州，然后去了广州之后，你们俩肯定矛盾会越来越多。我不相信他能把前女友这事儿彻底解决清楚，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好，谢谢苏老师。谢谢。来，曲总。我想了几个词儿形容男生对这两段恋情的概括吧：口浅无脑，情深记性好。口浅无脑就针对现在这位女友，情深记性好呢就针对上一任。现在这真是走面儿，全在嘴上。哎呀，逗啊，对不对？走心的在前任，情深呐、那记性好啊，都能叫错，当着面都能叫错，这是一个多么原则性的问题啊！随便说跟我去广州吧，哪儿到哪儿啊？你凭什么呀？爱情不是用嘴，是用心的。网络你从4G 转到5G 了吗？还在交叉着呢吧？那段感情你根本就没有遗忘。前女友现在什么状态？
不知道啊。哎呦，真不知道啊！这个我发誓我真不知道。你想也能想到，咱用用心，用用脑就知道什么状态，他很有可能还在等你。上一段恋情为什么分开啊？觉得不合适呗。不合适，哪哪儿不合适啊？性格。哎呦，真的那么两个好动的人没法一块玩，一个文静，他比较文静嘛。哎，没法在一起玩，这姑娘绝对能跟你玩在一起，要面有面，对吧？靓丽，然后可以开玩笑，互相怼，但那是感情吗？那是玩伴儿，明白吗？你跟前女友倒是动了真情哦，玩的时候想不起她来，出事的时候你最牵挂，你懂了吗？赶紧分吧，啊，该找谁找谁去，谢谢好不好？啊，来，陆琪老师。很多人说情商高是一种优点，但我这么说吧，情商它不是优点，情商是一种技能。情商是什么？我用你想听的话把话说出来，然后达到我的目的，这是情商吗？它是一种技能。在很多时候，情商高的人会让人很舒服，但他不一定说实话，他已经不一定是把自己本源的东西给拿出来，包括他在黑你的过程中说大舌头啊，说什么呀？我跟你讲，就是情商高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技巧，就是黑人小小的黑人一下，它也是一种技巧，啊，所以可能跟成长经历有关，很世故。第二点，跟你讲讲前女友的事儿，很多姑娘老提这个问题，说你看我失个恋，我半年1年走不出来，你们怎么就那么快就能走出来呢？说你这叫无缝衔接啊！我跟你讲，无缝衔接有3种状态。第一种无缝衔接是交叠性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跟以前那个也在一起，它重叠的，这就是劈腿嘛，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我分手了，我在开始中间确实有断层，这个断层很快，半个月、1个月之内，我就开始新的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很多姑娘常见的，我就得半年之后我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适应障碍。就是我跟一个人长期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谈恋爱，我养成了习惯，这个时候我要脱离他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适应障碍。这个适应障碍一般情况下在6个月到1年左右时间之内。所以你想一想，他那么快的时间就和你在一起，1个月就和你在一起，是无缝衔接呢，还是根本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就是他在脱离他的适应障碍？你从这个角度想，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不是他忘不了。他和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就是脱离他前女友的适应障碍期，就说白了，和你在一起和脱离他的前女友是同一个时期。第3个，有口无心。我一直觉得很多姑娘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觉得但凡一个人对我好，他就是好，对我暖就是暖男。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些人吧，因为他情商很高，所以他对别人的关心，他不是指向性的关心，它是一种泛的关心，或者说它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关心。我把这种关心叫无心关心，他没有心，但他关心。对你可以是这样，对别人也可以是这样，对前女友可以是这样，对下一个人也可以是这样，这叫无心关心。他这种关心是没有真的用心，也没有真的指向性。我不是说你是坏的，我相信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之中，你的经历之中，一定有一些东西塑造成了你现在这种性格。就我说的有点假，情商使用过度。但是我想跟你讲，因为你还很年轻，24岁，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讲，情商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把真心和真情拿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不开心、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不愿意拿出来，有的时候要把抗拒和拒绝拿出来，有的时候要把不舍和依恋拿出来。你藏的东西比你表露的东西要多很多，所以我建议你未来真的要谈恋爱，不要藏那么多，更多的要拿出来，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最可怕的就是套路，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们说感觉不到你的心，因为你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全部都是套路。你可能是真的爱他，但是你习惯性的对他人去做讨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完全就是个套路嘛。也许很真诚，但是套路多了，
人就把真的当假的了。是不是真诚你自己心里明白就行。广州是万万去不得的，这才哪儿到哪儿呢？这就等于刚认识半年呢，你认识他不就认识了半年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习性啊，你了解吗？记住，广州万万不能去，啊，那些事儿你自己去揣摩和理解，没什么好说的。一起进入天晴60年。圆圆，对不起哈。听了这么多老师说的话，才感觉自己确实以前说的比做的多。去广州的话，不去也可以，在郑州也行。其实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其实你还是好的也挺多的，然后我现在也觉得就特别依赖你，说没有安全感就是你经常提你前女友，然后这可能就是底线问题，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嘛，所以才没有安全感。对不起。谢谢两位，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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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请开门。啊，熄灯，熄灯，我们。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在你眼里我全身都是毛病。你当初娶我的时候说要照顾我一辈子，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多挑剔？作为家里的女主人，你不懂得持家，不懂得教育孩子，甚至不懂得怎么生活，这样过日子真的让我很累。你总说我浪费钱，但你浪费的才是大钱。说什么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现在欠下这么多外债，你对这个家庭负责任吗？咱俩这样天天吵，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咱们年纪大了，禁不住折腾，也许真的应该考虑分开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袁先生58岁，来自河北，民间艺术工作，有请。胡女士51岁，来自河北，民间艺术工作，有请。欢迎两位哈，再婚夫妻是吧？对。当初怎么认识的呀？在一次招聘会上。谁招谁呀？还是两个人都去应聘啊？两个人都去应聘。当时吧，我们俩一起去应聘，就是说做那个手工加工。我是做的比较合格，他的做的那东西呢没通过。没通过，然后他觉得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以自己做，他得找一个搭档啊，他就看上我了。因为工作而结缘，是吧？再婚了。对。再婚10几年。14年了吧。
14年。哎对差不多，2006年的年底。你看看，先生记得特清楚，妻子就没印象了。他本身这个脑子就不是太，记忆力不是太好。呵，还有这么说人家的？结婚之后你们之间有孩子吗？没有，原来我有一个男孩。哦，跟您吗？啊，跟我。现在应该成人了是吧？对。您有孩子吗？我没有。啊，这是您初婚？对，当初也是考虑吧，第一，再多一个孩子负担比较重，另外吧，考虑那个孩子当时刚2年级，比较小，你说再要一个孩子吧，也是怕将来这2个孩子不好相处。那您这爹对那儿子还挺好？是的，挺好。儿子跟他关系呢？很好。啊，那就是视如己出嘛。今天来主要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吧？对。啥问题呀？他变了，因为怎么说呢？自从我母亲4年前去世以后，他天天跟我吵，天天嫌我懒，嫌我那个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然后呢天天挑我毛病。但是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我母亲问过他，就是我们家姑娘啊，就有2个小毛病，一个馋，一个懒。呵，这可不是小毛病啊！是因为这样，我母亲40才有的我。咱怎么就说的你母亲？不是说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吗？不，这事儿是因为这样，他当初我母亲跟他说吧，他一想起他母亲来话多。当时吧，我就说了，我说那个没关系，我说我不在意这些。现在就说你当初你承诺的那些，你说你现在又天天挑剔这些，他说你的心变了。所以我要问的是，你们结婚这14年，跟你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吗？没有，但是我母亲经常帮衬我。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一提到说4年前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夫妻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是这意思吧？对。您是觉得因为母亲去世了，没人帮衬了，或者母亲去世了，没人给您做主了，这小子就变了，是这意思吗？对，因为他天天的说我。说您什么呀？说我懒，说我不干活。那是不是不干活啊？但当初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呀。老岳母活着的时候吧，他可能依赖性比较强，老是有这个老母亲帮忙。打个比方说，我们家就是屋子乱了，他在家也不知道收拾。其中有一次吧，他就一个电话把那个老岳母给叫来了。那个时候老岳母都70多了，就帮他收拾屋子。结果我晚上下班一到家一看，老岳母在那儿干呢。我当时我就上来了，但是说老太太在那儿也不好意思发作。等老太太晚上走了，我就跟她说。听明白了。说完了，她还不乐意了。那本来就是嘛，那我让我妈过来帮我收拾，你天天的叨咕我，本来我就不会收拾。我接着问啊。除了不做家务，会持家吗？很差。你们家谁管账啊？一开始是我管，后来他管。因为什么？到最后我管了呢？因为他老丢，生活上毫无计划，买东西瞎买，乱花钱。像那个鞋呀，看上的穿不穿的，把他都买回来，买回来扔家里，有的包装都打不开，就扔一边去了。到最后自己找不着了，找不着再去买。然后扔的满屋子，就那个鞋盒子摞起来就有1人高了。那个剪子现在划了，最起码得有10把了。那都是你给藏起来了。本来我放那儿了，想用，想用，然后你就，那你给放起来，我找不着，我还不买呀？我得收拾屋啊。那你收拾，我跟你找，收拾完了他找不着了，用了，然后他出去就买回来了，买一把下回找不着了又买，就是这样。那剪子那鞋也是一样的，那我找不着我鞋，我不能那个再买呀。再者说哪像你说的满屋子都是，你拿我当木工了？我有那么老多小吗？但是说你要满屋子扔的鞋，地上鞋穿完了甩这儿了，换一双走了，也不收拾。那你收拾了，你告诉我一声放哪儿啊？你还又不告诉我。收拾完了放鞋的地方自己找不到，就生气了，甩头出去又买了，要不就网购淘宝上买。花点小钱怎么了？那他跟人家合伙做生意，一下子投资了10几万，那不也就赔上了吗？那是做买卖嘛，买卖有赔有赚嘛。那你就有赔有赚，他也不能说那什么呀。我那毕竟是小钱，他那是大钱。另外吧。就是说他这个人特别马虎，就我们认识结婚这么多年，光丢钱丢钱包就不下3、4回了。就其中有一次回头他跟我说，他说丢了3000块钱。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他说我就在那儿等公交车，有一个女的过来说，那个大姐啊，我这坐公交车没零钱，你帮我换一下呗。他说我也没有啊。
然后那女的说不信，他就把钱包掏出来了，给人家看，你看我都是100的。你说这人是傻是奸啊？人不偷他偷谁呀？小偷他脸上又没贴着贴，我哪知道啊？本来就是对了，我不让那要小偷脸上都贴着贴着，能到你跟前吗？早就都抓走了。还有啊，就是前几年那个中奖的短信，他就全给人家回了，什么密码啊、信息啊，全填上去了。没出3天，银行卡里1万多块钱没了。那我也不是故意的，那本来琢磨着中大奖，那谁知道他是骗人的呀？所以说，从那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不能拿钱了，拿钱就不定再就这么着才让您管的钱。对。哎，那您这妈要是这样，您那儿子得是什么样啊？儿子工作了。他儿子还不错是吧？还行，他那主要他太严厉。刚才也说了，这孩子是那个他带过来的，然后上学送，放学接，晚上回家辅导写作业，也就是那一年期末考试看到100分了，然后第四年级的第2年，小棍老吓唬他。是我当时就是我跟孩子说，我说你那作业不写完了，我说你看呗，我准备一个那个小棍儿，我说你少一项我打你一下。但是从来没打过，人家就听话。结果第2天4年级，人家不让我管了。他说那个管忒严，他那孩子忒苦。然后就是作业也不写了，偷着玩电脑。到最后，人家老师急得找家长，一说存了1个月的作业没写，他说你补吧，一补天天补到半夜12点去也补完。结果这孩子就是这个习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一直到那个小学毕业，就是上初中的时候。那考试及格都费劲了。上初中、高中之后吧，他还是那样溺爱，结果造成的这孩子就是自理能力，我认为是非常差。打个比方说，有一次我在家休礼拜，这孩子也在家，然后他去卫生间找这个卫生纸找不着了，转来转去，在那急的呀，呼了掉眼泪了。我当时我就故意的看着他，实际上那个卫生纸就在那个饮水机上面放着呢。他又打电话，我说你想干嘛？他说我找我妈，给我妈打电话，我想干嘛呀？我让我妈给我送卫生纸来。当时气得我就乐了，我说你让你妈给你送卫生纸来，我说你打着飞机来，我说也赶不上啊。我说你抬头往上看，一抬头看见那卫生纸，这个独立生活能力就差到这样。那后来这孩子怎么样？现在就是胖，而且没有他那样的，他天天让孩子吃水煮菜，减肥你也不至于天天让他吃水煮菜呀。说起减肥我就生气，你说那个孩子1.8米多的个儿，最重的时候200多斤，大专毕业以前就是人家进校招聘去，到最后人家大多数同学都找着单位了，就这个孩子人家没人愿意要，因为干点什么都费劲，连蹲下猫腰都费劲，自己也意识到减肥了，但是还吃不了苦。一出汗啊，一做减肥操，我让他做，一出汗就不行，受不了。最后你说他怎么教孩子？净给那孩子出幺蛾子，也不知道听哪个大仙说的，说什么喝啤酒吃牛肉能减肥。当时气得我都乐了，我说有你这么办的吗？那也是听别人说的。结果人家还真把那个啤酒买回来了，幸亏那个孩子不喝酒，那要喝酒这孩子就废了。这净干这个事儿。那吃几天不管事儿，他不就不吃了吗？那你也不至于天天让他搬砖，锻炼身体出汗，然后让他净吃水煮菜。你想减肥，你不付出辛苦能减肥吗？另外这个孩子，你说我不管他，谁管他？他就总说我，他说不是你亲生的，你就是那么狠。我都付出这么多了，我自己连孩子都不要了，你就天天这么说我也觉得委屈，对吧？我为了谁呀？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咱们家将来这个孩子有出息。这个他说的没有夸大成分吧？没有。那现在这孩子怎么着？有工作了吗？瘦下来了吗？现在上班了，天天晚上跟他妈沟通打电话，他妈现在也是逼着他，你先干吧，先干就是能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吧。反正我是对这个孩子，目前我也希望他能坚持下来。按照我的那个教育方式，实际上我相信能把他教育好。但是有他妈在这儿从中作梗，现在家里谁做饭呀？他做饭。啊，谁收拾呀？他收拾。那您负责干嘛呀？啊，因为我出去工作。啊，您现在要靠他养活是吗？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啊，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工作，也有我自己的事儿。我本身我是画画。啊，画画也就是一般在家画，我自己也有一个民间艺术工作室，但是说由于他本身第一不收拾家务，另外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他老往家里捡那些流浪狗。捡了多少条啊？最多的时候到过40几条。你们家多大的场面？我们家住的楼房，最后没办法，就是专门为这些流浪狗租了一个那个平房的大院。有照片吗？就是有一个视频我带过来了，可以看一下。这是租的院啊？对，这里边放的笼子。这谁照顾啊？都是我照顾，他就是只管捡不管养。所以说因为我看着他们特别可怜，所以说。那你管呢？我也管过呀，不是说没管，我有时间管，我没时间我怎么管呀？他总说他没时间，但是最起码你回家来的时候，你帮我一把。有好多原来我能做的事儿能出去的，因为这些狗这几年就很少出去了，也就是因为这个，他在外边也老跟人说我们家老袁。天天就在家养狗，我说你回家跟我这么说行，我不介意。但是说你在外边老这么说，那给大家什么印象啊？好像就是我靠你养活了，这是那么回事吗？我委屈吗？我也没说你靠我养活。这件事儿，你觉得要换成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现在家里有多少条狗啊？就是因为牵扯精力大，也就开始往外处理了。现在目前还有22个。您不心疼这老伴儿吗？58了，怎么不心疼他呀？那您干嘛不干点家务？怎么说呢？已经习惯了，可能是。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认为我老挑他毛病，认为我变心了。就是等于您还准备讨伐一下老伴儿的意思是吧？本来他当初答应我妈的事儿，然后现在他就是说我妈一走以后，他就整天的就挑我。你说我能心里不难受吗？而且他那个时候跟我母亲承诺的会照顾我一辈子，爱我一辈子，回头到现在了，他就这样。我母亲一走，他就开始这么对我。是，当时是答应我老岳母了。您别说了，我问问您啊，您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对他有什么承诺吗？也没有说什么那个。对呀，承诺。那10几年的婚姻下来了，万一有一天他累倒了，你照顾不照顾他呀？那应该是照顾他呀。那你不会呀？那这已经58了，您已经51岁了。您说您要是一11岁的小姑娘，今天在台上说这些话，我能理解。21岁呢，我觉得有点可笑。您要到51岁，您这么说您的生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别说跟他，我跟我第一个先生也是这样的。所以你是打算跟他再离是吧？我只是想让他对我好一点。那你对他好吗？以后我尽量就是说，也一起照顾他呗。说句真心话，后悔嫁给他吗？不后悔。后悔娶了他吗？说心里话吧，在气头的时候后悔，但是说冷静下来。行，我再问您一句话，不用但是了。后悔没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不后悔，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吧，我就多说一句啊，因为通过这次疫情吧，因为对我们生意影响比较大。刚才他也说了，就是说我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一笔钱，然后也欠了人家一笔钱。那个孩子吧，姥姥姥爷去世之后，给孩子留了一套房子，虽然说不值多少钱吧，也值20几万。孩子知道我这个事儿之后吧，这孩子主动的就是说跟他妈说。他说：“妈，咱们把这房子卖了吧，只要能把我老爸那个债还上。”他说：“怎么都行。”我就对这孩子说实话，我特别感动。孩子的这个举动背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男人的付出啊，就是这么一组关系。该怎么办呢？各位老师，来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年轻时候，学业重，工作忙，所以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做家务。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依然工作不清闲，依然事儿很多，但我真的做家务，而且我做很多的家务。我现在是不让我妈干任何的活儿，我要是今天中午要出去，我要做好饭给我妈做好了，我再出去，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回不来。孩子回来，我要1日3餐都给他做。为什么？当你在为你的家人付出他们能看到的眼前的事儿的时候，你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幸福的。不是你每天说，哎呀，老公我爱你，孩子我爱你，这就是爱了。爱是体现在点点滴滴的付出的，不是说我出去工作赚钱了，我养活孩子了，我给这个家做出了经济贡献，那我就是一个付出很多的人。家就是一砖一瓦、一针一线构成的。
你不把你自己的所有的能力调动起来为这个家服务，你其实就得不到相应的回馈。你看，现在不就是很明显的状态摆在你面前吗？老公不干了，儿子你说哎挺好的，我听起来真的不够好，对吗？找份工作还得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所以您说我都这么大了，50多了我还改，为什么不改呢？人的一生都在改变，你不干，你不做，你未来怎么办？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肯付出的老黄牛型的男人，那他干不动了呀，你还不去做吗？你还没有认识到生活的危机吗？任何时候，不分年龄、不分场合、不分境遇，我们都要不断的成长，来适应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生活的储备。他比你还大几岁呢，身体还不好呢，回头真躺下了需要你照顾，你不更完蛋了？什么都不会干，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还能照顾他吗？想要自己幸福快乐，首先就要让自己身边的家人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刚才说你们家都是鞋，什么找都找不到，你家有多大呀？剪子5、6把藏起来了，10几把啊，10几把。所以女士，真的是你改变的时候啊，要不然苦头在以后呢。当你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你儿子也有变化的。你儿子现在善良，愿意为这个继父做出的这个卖房子的举动，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男人对你的爱，对这个家的贡献。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孩子是习得了一些善良和美好的。所以我就一个建议，你冷酷到底，让他干，你自己好好成长，好吧？希望你们幸福。谢谢严老师啊，来，苏老师。有一种说法叫一辈子做女孩儿，就是一辈子要保持一颗少女心，活得像少女一样。这大姐亲身实践了。别看我们大姐啥也不干，老给惹麻烦，但是我相信这大姐有她的优点，不然这先生绝对不会心甘情愿10几年任劳任怨。说句我比较悲观的话，一个女人到了51岁，你还想让她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比较困难。已经习惯了说别人就应该这样宠着我，所以我说句比较悲观的话，这大姐您以后在生活当中啊，就做到6个字就行，叫别拦着，别捣乱。以后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您别拦着，因为您那教育理念对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然后等你的孩子到了你这个年龄的话，他也许跟您一样啥也不会干，他的媳妇儿在家里天天嫌弃他，这对他来讲是一种真的是惯子如杀子。以后这先生要是再教育孩子，让孩子减肥，让孩子运动，让孩子干点活，那是爱他。您千万别拦着。还有就是别捣乱，捡40条狗回家啥也不管，让他管，这也叫捣乱。您可以继续过你的清闲日子，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都已经清闲了50多年了，想让你改也很困难。你可以继续做一个被丈夫宠爱，然后被儿子这个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过清闲日子也没关系。但是就记住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则，不要再给先生本身就挺忙碌、挺劳累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负担了。这就是你能做到的，我觉得现在唯一的一条。刚才品红老师为什么让你多干点活，多学点，这是为你好。你为家人付出，让他们感觉到有你在的时候，这个家里不一样，说明你在这个家里有贡献、有地位，别人才把你当回事儿。如果你要是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就像品红老师说的那样，学学干活，学学为这个家里付出多一点。如果你对自己要求没那么高的话，就记住我那6个字儿：别捣乱，别拦着就行。好，谢谢苏老师。来，徐总，你不是在找老公啊，你是在找一个老爹呀。但这个老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呀，他不可能对你毫无保留的付出，他不可能不求回报的，你更不能够没有自知之明啊。10年前的一句诺言，你要坚守一辈子，不可能的。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自己的善良，你自己善良会给别人带来负担，你知道吗？你善良的对那些狗狗，但是你只管捡不管养，你善良吗？你对外人说我老公在家里只会养狗哦，你善良吗？为什么你做的都是伤自己最亲的人的心呢？你的责任感在哪里？当然你这种状态跟你的母亲是息息相关的，原生家庭造就了你，
并且你把这种病又传染给了自己的孩子，你有作为妈妈的责任感吗？溺爱，温柔的陷阱啊！你不允许这个孩子有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权利，让他们无法成长，最终呢，就和你一样啊！他们到底是为谁而活呢？卫生纸找不到都要哭的，都要找妈妈的，只有小蝌蚪才找妈妈呢。你做到了你作为母亲的责任吗？赶紧戛然而止吧，好不好？他比你大7岁，身体也不太好，是时候你要挑起这担子了。突然病来了，你怎么办？你会垮掉的，一定不能这么下去了。我们为了防止不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让自己强大起来，为自己而活。没有他，你也能活得更好，好不好？好，谢谢曲总。顾琦老师，你是个挺幸福的人，你也就是找到了一个善良的人，才有你今天这日子。但凡一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善良，他就忍不了你，谁愿意要你这个累赘呀？我不知道你跟你前夫怎么回事啊，反正我告诉你，但凡有一点不善良的人，不会来你这自找苦吃的，你自己想想你就知道。第二个，宠，就你妈宠你，你宠你儿子，我一直在听，这个宠这个字很好玩，宝盖头下面一个龙，龙在洞穴之中，它是个什么状态？无知、失控，无人可以触碰。当你在宠你孩子的时候，你要明白，宠下去，你孩子将来会跟你一模一样。我相信你知道自己有问题，只是你改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失控了，跟你捡狗一样。捡狗根本不是善良，你控制不了自己内心的情绪，这就有失控，这哪是善良？所谓的善心之人，你控制不了它，你就去做。第三个，我告诉你，他为什么现在对你有怨言了。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跟你妈有关系。他的母亲和你都属于他的情感责任人。当他妈去世之后，你成了他这世界上唯一的情感责任人，所以你慌了，就他一个人了。他背不起你这个累赘啊，他害怕这个。现在他心里面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小孩还懂事，自己背不起的时候，小孩还能扛一扛。你能明白，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吗？是，你妈过世之后，她心态是变了，变的原因是什么？叫独木难支啊！你也这把年纪了，我不知道怎么改变你。我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说实话，我对于你什么改变啊、多做家务啊，不抱任何希望。我就希望你能够不要再抱怨了，感恩这个世界，感恩对面的人，感恩你已经过世的母亲，感恩你的孩子，感恩身边的所有的每一个对你好的那些人，不要抱怨，这整个世界对你其实是不错的，就这样。谢谢陆琦老师啊，憋着劲儿欺负人一老实人，都欺负到这样了，还说他对我不好了，您这是什么呀？这是太欺负人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袁大哥一句话都别说。老公，以后我尽量多做家务，多照顾你。然后以后呢，我做饭、洗衣服，我改，把所有的毛病能改的都改。老婆，虽然说主持人不让我说话，但是说我还是有心里话想说。我希望你，怎么说呢？这个家是2个人的家，我希望你跟我一起，2个人一起撑起这个家。我也希望这个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这个家能够和咱们的孩子一样，和咱们孩子一起，能够把这个家好好的经营下去。哎呦，我洗衣服做饭就哭了，那委屈的了。您是不是给人缺一道歉呢？老公，对不起。是真对不起吗？真的。谢谢2位，请回，谢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完整的节目，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结果是怎样的，请看。
来来来，牵着老公的手往前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了吧？我可以接受你的幼稚，但接受不了欺骗。经过那件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怎么再对你好。因为以前受过伤，我本来就对感情很敏感。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的态度忽冷忽热，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可是却没有看到你的改变。也许咱们俩真的不合适，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邓25岁，来自四川，传媒策划，有请小邓。小何23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小何，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1年多是吧？对。对。朋友介绍的对吧？对。是的。啊，这个工作了怎么招2人女大学生呢？因为我在校园里面其实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哦，所以说找个校园里面的，就是想就是去重温一下那种。他的意思是重温大学的生活，然后感受一下大学的恋情。因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看他穿那个裙子很冷嘛，然后我又给他拿衣服，又给他倒热水什么的，就一来二回，我们这俩就慢慢熟悉起来。后面就经常一起出去吃饭，那段时间我们感情就越来越亲密，也越来越甜，然后也是我那最快乐的时光啊。快乐的时光很短暂，是吧？从哪时候开始就不快乐了？因为今年从疫情之后，我们俩就分居异地了嘛，因为他老家跟我老家不是一起的，然后我们当时的话就只能通过手机联系，然后我对他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他去哪里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没想到他竟然跟一个男生出去玩，他一晚上没有回家，这件事情他还瞒着我，后面还是这个男生主动加我微信，发了一张跟他在一起的照片，还说要跟我公平竞争。我当时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快崩溃了，我无法想象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这样的，他是我高中闺蜜的哥哥，追了我很多年，但是我都是拒绝的。这次嘛，他就让他的妹妹到家里来，又是给我做饭、打扫卫生，然后还和我谈了很久，说你们不能做情侣吧，那就一起出去玩一下嘛，反正我们关系也这么好。那后面我也就同意了，因为当时是出去玩了嘛，唱歌唱到很晚，然后我回家太晚了，也怕爸妈说，我就在闺蜜家住下了。就算你们是3个人，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待在异性家。那这件事情过了这么久，你也没有必要后面每次矛盾你都要再说一遍吧？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乎你啊，而且我有把你当做我未来的另一半，并且当时那个男生还刺激我，还挑衅我，现在我的脑海里都还浮现着那种场景。那你后面对我脾气暴躁，你就对了是吧？怎么对你暴躁啊？后面回来就见面了嘛，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就有一次我看手机，他就说我眼里没有他，就直接掉脸。我一来找你就在旁边玩手机，我跟你聊天你还是在玩手机，谁知道你是在跟哪个男生联系呢？那你就能直接关机我的手机吗？我跟你说了不听，我只能让你关机啊。后面有一次，我不是生病了嘛，不舒服
夫打电话给他，想让他陪我一起去医院检查，他就很不耐烦地说，我很忙，你一个人自己去吧。那晚上他一个消息也不发给我，也不关心我，问你身体有没有好点啊，检查怎么样。当时我跟你说了，我工作在忙，而且我觉得你从医院回来之后，如果有什么结果，你可以告诉我呀。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你可以照顾好自己吧。但是你作为我男朋友，我就希望得到你的关心啊。没有关心是吧？对啊。我相信不仅没有关心，还会越来越冷淡，是吧？是这样的。这是发生在你们再次的团聚之后的事儿，是吧？对对。后来还发生了什么？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他公司做活动，让我过去找他。我就一个人坐地铁去了那个陌生的地方，下了地铁之后，外边就是下雨了，我又没带伞，我就一个人走过去，身上都要淋湿了，我才找到他。但是他没有直接关心我，当着公众场合的面凶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磨叽死了。当时才500米的路程，你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也在楼下等你啊，我也在外面淋湿了呀，而且我都跟你说了呀，应该怎么走，还跟你共享位置。那边巷子那么多。我又看不懂地图，女生难免会有一点带路痴嘛。那你没有时间，你还干嘛叫我过来？他以前是断断不敢这样的吧，姑娘？他以前不是这样。行，所以男生给的解释是，谁让你跟其他异性出去过夜的？现在是不是一发生冲突，他就会拿这个事儿来说？他心里就是对这个事情过不去，然后就会对我冷暴力。怎么冷暴力你呢？有一次去旅游，他说想带我去吊顶山看日出，还有他爸爸顺便想见见我。我就挺期待的，但那天就是那个路它很烂，我还穿了双高跟鞋，然后他看我冷，他也不来关心问候我一下，知道那个路烂，我穿着高跟鞋也不来扶着我。我之前都跟你说了，去那个地方路不好，然后天气又冷，自己偏不听，不能因为你的每次任性都要让我来买单呀。那你爸爸在啊，你朋友在啊，我也想注意一下形象嘛，穿好看一点，还不是为你争个面子。然后后面就是一起中午吃饭嘛，我想在他爸爸面前表现好一点，我就主动把那个账给结了。但当时我没有核对账单，他后面看了下，就发现我多付了40，他就开始当着他爸爸还有他朋友的面说我。你连算账这种小事都做不好，那以后我们生活怎么办？这次你被多坑了40，那下次是不是多坑400？我只是教你一些生活的常理。当时没跟他翻脸啊？当着他爸爸的面，我也不好说，然后挺委屈的。付了钱还挨了骂是吧？对啊，转天早晨他们吃完饭在楼下集合，我的耳环夹找不到了，我就在房间找了会儿。后来他上来，他说你在干嘛呀？大家都在等你，他就直接凶我吼我。我们3个人当时都在楼下等你，都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而且本来看日出就很赶时间，你还在这里丢三落四的，不能因为你而浪费大家的时间，你也要考虑我们的感受啊。那要不是我集体在包里找到，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酒店了，我一个女生留在那里，你这样做合适吗？人生又地不熟的。我当时还不是只是为了吓你，我想让你找快点。行，听懂了。男生，你心里是不是不太喜欢人家姑娘了？还有你都这么对你了，赶紧走啊！但我抱着初心，我是要认真和他在一起的。我想那件事情可能是我不对，那我后面可以通过我自己来改变啊。改变了吗？你还是一无是处啊！哎，差不多得了啊！人家不就出去有闺蜜的哥哥在一起，去闺蜜家过了个夜，至于吗？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觉得他当时没跟我说，他应该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这不是欺负人吗？你这还能忍是吧？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当时是挺甜蜜的，我也是抱着初心嘛，认真的谈一次。行，那你就忍吧。他就商量说和我一起去摆摊，当时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挺好的。前2天生意还挺不错的，然后过了几天就不景气了，他就开始说我沟通不行，说我不会招揽顾客。前2天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招揽，你就像个机器人一直在旁边站着，我教你也不会，你说这气不气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能够和你出来在外面帮你弄这弄那的，我还穿着高跟鞋站了1天，你也不关心安慰一下我。我还不是讲的能带你多经历一些社会吗？然后多感受一下一起赚钱吗？多学习。那你做了一个男朋友该尽的责嘛？我就需要你关心我、关怀我呀。我就觉得你生活很多小事做不好，所以说才带你出来。那你们那个摊儿摆的怎么样？后面就没有继续了，因为闹掰了，他也没有出来，我也没有心思了。对啊，所以说你这能力也不咋地啊。不，前面是赚了钱的，真的。那还是不咋地啊，都没坚持住啊，摆个摊儿都坚持不住啊。
你把她当女朋友吧，没哄好；你把她当员工吧，没有调教好。你这老板不行啊，能力也是糟糕的一塌糊涂啊，不是吗？行了，还有啥？就是他很喜欢赛车，我也希望能够和他投其所好。但我就有时候会去赛车场找他嘛，我发现啊，他在那边有很多异性车友。然后有一次他练车，我想坐他的副驾驶，他不让我坐，让了那个异性车友坐。连我送他的头盔他都不戴，戴了异性车友的。你给我买的头盔都小了，人家送给我的刚好合适。那尺寸不对，你就应该戴别人的嘛？那凭什么呀？你就是很烦我来找你嘛，是吧？本来那个地方就不安全，而且我当时也在讨论赛车的事情。那上次我在那儿等了他一下午，我想说等他练完车，我们一起晚上出去玩。等到赛车场都关门了，他也还没来，我就打电话问他，他说他中午就和朋友出去吃饭了。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有事吗？我让你先回去，谁知道你还一直站在那里。哎，我其实也特有想象空间啊，这中午跟女性车友去吃饭，得吃成什么样啊？不，还有男的，还有男的。哪里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男的？对吧？这跟那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当时真的是有男生，我不信。你看，连主持人都不信，我怎么信？至少我还是相信你的吧。我就是为了气一下你。那你承认了，你气一下我就有异性了，对吧？我没有发生过什么，我只是让你感受一下。我们没有发生什么，让你戴别人的头盔。这个傻。那你不应该接受他的呀。哎呀，你有女朋友啊？哎，别说了行吗？替你说两句就行了，自己还上杆子爬呀？哎呀，这一年恋爱就谈得这么乌七八糟了呀！其实。相当于好了没多久之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架嘛。哎，那么反感他，那么不相信他，干嘛不跟他分手啊？你完全对他没有尊重。说实话，我还是想让他变得更好吧。他变得好不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没有资格这么对他做。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是他的什么人？男朋友。男朋友，仅是男朋友，仅此而已嘛。他跟自己的好姐妹一起住在了好姐妹家里，好姐妹家里恰巧有一个哥哥。他又怎么了呢？他哥哥他本来就是追求者，追求者怎么了呢？你信你的女朋友吗？你琢磨琢磨。你也挺逗的哈，那个男人都这样对你还这样是吗？不知道分寸吗？可是我想好好的。你明明知道他介意和害怕这件事情，而且你也知道你在谈恋爱，你喜欢这个男人，为什么还做那么糊涂的事情呢？一个女孩归家晚和一个女孩一夜不归，对父母来说哪个更刺激吗？不怪人家要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今天晚上回家晚了，12点钟回家了，父母说哦孩子回来了，一个姑娘和一个姑娘一夜不回家，你说对父母来说哪个刺激？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就是解释不清楚嘛。但是他应该给我这点信任啊。没有但是啊，凭什么你想做的别人就要给你呢？你们俩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气死我了！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既然你们说在意的事情是从异性过夜开始，咱就说说这事儿。如果一个人品好、人性好的男人遇到自己的女朋友做了这样的事儿，有可能的做法是无法再信任你，转身走了。我没有对不起你啊，因为这样的事情我无法接受，再见，没问题。选择相信你，即便心里有痛苦有难过，继续努力，继续守候，冰释前嫌，彼此尊重。最差的就是他这种，我一边不相信你了，我一边折磨你，一边骂你一无是处，一边还说哎呀我想让他更好。你现在我看起来不值得那个姑娘爱你，你可以不喜欢她呀，但你是不是要尊重女性，也尊重自己啊？女生，我告诉你，今天是异性这个事儿，你觉得他换了一副嘴脸，但如果不是这个事儿，也迟早有一天他会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或者如果把责任我们自己来承担点的话，你就没让他看得上，没让他喜欢得了，没有点燃他，从头你也没让他值得尊重。他可以拿异性这个事儿说辞，可能后天还说你不好好工作不上进，都是他的说辞。他就从头到尾没看上过你，无非是一开始觉得小姑娘还不错，激情来的时候喜欢了一下，很快就归于平淡，甚至是厌恶。你看不出来吗？咱们至少要自知吧，自重吧。你要干嘛呢？你今天说半天我就不知道你要干嘛。你要跟他好是吧？
你要让他像最初对你那样依然喜欢着你是吗？你觉得你做得到吗？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吗？而且我告诉你，他如果真的还像过去一样，你也早不要他了。你对他有什么好喜欢的呀？我没听出来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喜欢他，你会不尊重他的感受和异性过夜吗？你也不过是想在感情上占上风，觉得自己没吃亏，即便分手也是老娘提的，轮得到你提吗？所以我们都不要较劲，不要置气，不要把自己的大好时光、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这种互相折磨的事儿上。你去好好的找一个真的喜欢你的人，真的当你穿着高跟鞋站在那儿陪他摆地摊的时候，心怀感恩，觉得我女朋友不容易，他不是，好吗？我们在爱情中真的要自重，也要尊重。谢谢。谢谢杨老师。苏老师，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啊，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似乎不怼别人两句，就显得他不真性情。但是我特别想跟这个小伙子说一句啊，你这一点都不叫真性情，我觉得叫缺乏教养。她是你的女朋友，你说她一无是处，说她笨，反正说了很多类似的词儿。就每一个词儿都特别暴露你的内心，没把他当成是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我觉得你不爱他，因为爱的前提是我欣赏他，我尊重他。但是在你心目当中，这些前提基础都不存在，你就觉得这个女人适合在你身边待着，乖乖的听话。但是当她跟闺蜜3个人共处了一夜之后，你发现她的这种听话不存在了。你会发现这个女人也有可能不听话，她有一天有可能把我甩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她了。所以你当初选择这个女人啊，不过是觉得你能控制得住她，但是这不叫爱。爱是什么？当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女人，她在你眼里全是优点，她见你爸爸的时候竟然穿高跟鞋，她好爱我，她这么重视我的家人。然后他算账算不明白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女人真单纯。如果真有一个女人能让你从这方面去考虑她的话，你爱她。而你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像一个老板，像一个老师，唯独不像一男朋友。所以我是觉得啊，你今天真的好好考虑考虑，不然就把这小姑娘赶紧放了吧。这个姑娘，你现在23岁，还是一学生。”就刚才你在跟他吵吵的那种状态，你一点都不像23岁，你特别像一个50多岁，然后经历了漫长的那种婚姻的凹造的一个女人，在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觉得特别不可爱。23岁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这样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女人受不到男人的尊重和重视的时候，她就会变成泼妇。一个男人如果发自内心的不肯定你，然后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跟他过的时间越长，你会觉得自己越糟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辱。如果一个女人长期遭受这种精神上的凌辱的话，她会过早的衰老。你现在就已经进入那种过早的衰老的阶段了。所以这个男生，我只能告诉你一句，就你这种不尊重人，他背叛你不是早晚的事儿吗？真的觉得一个女孩一边是一个男人天天骂她笨，你啥也不会，另外一个男人说我想照顾你，我觉得你哪哪都好，我觉得你漂亮死了，你说他会选择谁？你先学会尊重别人，你再去谈恋爱，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今天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来，曲总，男生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想要的就是让他有负罪感、愧疚感，以此来做什么呢？支配。想当支配者的人呢有很多，但是你很弱，所以弱者只能向更弱的人出手。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去在校园里去找一个女孩，单纯呐，听话呀，好控制。与其说那个她不回家的事件是你不希望看到的，不如说你一直在等待寻找这么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她错了，的确做的不合适，所以你就否定他是手段，实际呢是在惩罚他，目的呢控制。所以你对他的这种方式不是爱，是占有，这是我的东西。好了，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
从此以后你就在赎罪吧，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凶你，以前可以温柔对待，但不好意思，你对不起我，你说不清楚那天发生了什么，你背叛了我，你对我不忠，哎，所以你是有过错的，你得必须听我，你得容忍我对你发脾气，容忍我的情绪释放，所以你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借口，不是爱，真正爱他的，你是关注他、关心他的，不要在情感当中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支配者，好吗？女生呢，其实顺从的很多，因为你被她强大的这种暗示，你已经被她洗脑了。啊，我就是错的，那天我就是说不清楚的，那我就应该赎罪。但不是，这不是正常的关系，他对你真没有爱，只有一种支配，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陆琪老师。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得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再度声明一下，这姑娘没有和异性过夜。她是去了闺蜜家过了一夜，正好那个闺蜜她哥也在闺蜜家而已，就这个意思吗？就这么个意思，她没有和异性过夜，没有和异性过夜。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男生还给你联系过，对吧？你看，一个男生要真跟他发生什么，跟你联系的时候，肯定直接说啊，我跟他已经怎么着了吧？你想怎么样吧？肯定跟你直接说。他没有，他跟你说我要跟你公平竞争，说明什么？说明就没什么嘛。这事有啥说不清楚的？远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望着你，最后就会吞噬你，然后反噬掉。姑娘，再好再温柔，经过这么一段之后，要知道，以后在恋爱当中，如果一个人让你自己都失去了，让你都为之疯狂了，赶紧离开那个人，好吗？谢谢两位，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我自己控制欲太多了，然后我总是在责怪你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我总想让你变得怎么样，让你变成我心中的理想型，但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可是我觉得导师们说的也挺对的，可能你从心底你根本没真正的爱过我吧，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刚好我们两个遇到了。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再认真的想一想。我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想回到最初的时候。行，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请回，谢谢两位。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吧，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问你，你如果以后还像之前那样对我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走。你在大家面前答应我，让我们重新的审视自己，重新开始。好，我之前对你太凶了，我从来没有去考虑过你的感受，没有去尽力保护你，我以后会改正。来，站在中间去。来，一起。保险金。有网友提问说呀，我和男朋友呢都是离异，离婚后呢房子是我男朋友父母的，男朋友同意他的前妻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他们的婚房，他父母呢和他们还住一个小区，帮他们带孩子，我觉得接受不了，以后结婚了肯定会因为这个吵架，他觉得是我有问题，真的是我的问题吗？我太小心眼了吗？在婚前呢，你去探讨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这叫越界管理，你只是他的女友，你不是他的家人，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他家庭事务的管理当中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结婚之前表明你的态度，以及要提出你的想法和设想。那如果这个想法和设想合理的话，经过好好的沟通，我相信你的男友是会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开始越界管理了，他一定会起逆反心理。那么之后，你想要婚后去解决这个